这个家庭的野外生活点滴，简直就像一部奋斗史剧作。虽然生活条件简简单单，但无可否认他们一家人是幸福的。今天又得重新开挖一块场地，师傅早早已经到场，杰哥和巧巧随即过来准备开工。这次的开挖有点出乎意料，杰哥打算把周围都给扩宽，以便形成更大的鱼塘。等他将全部计划给师傅讲明白，两人才开始整理场地上的杂物和水管。师傅打算从对面土坎挖掘平整。这几次的建造，杰哥也是现想现做，越挖心也就越大了，干脆直接整个地块给他挖平来蓄水，所以土坎也就遭了殃。这块小区域会被挖平并回填平整。巧巧这边也没什么可忙的，他打算先搅拌一些米饭来喂狗，孩子上学去了，要不然他俩会负责这项工作。做完这些杂活，巧巧还得下去帮杰哥处理菜地，这里种植了一些南瓜和瓠子，得清理掉杂草才能全部捡回去。当然了，一些嫩尖尖也需要提前采摘下来，不管是炒菜还是打素汤都非常不错，做晚饭还能用上这些嫩尖尖。上次清理了一些杂草，舒适的南瓜拿回去煮非常甜。丰收之际，每次去地里都能捡到好几花箩的南瓜，而现在土坎已经被挖平了一部分，要不是提前看过，我真哈不清楚杰哥的思路，因为挖掘的地方都不可思议，除了能收获一些南瓜以外，其实这里还种植了一些地萝卜，称它为凉薯，也许大家才熟悉。杰哥这边已经剥皮吃上了，直接生吃爽歪歪。这样的成果是之前带着老婆孩子一起种下的，捡起来存放，等孩子放学回来还能吃上几个。同时旁边还种了些瓠子，当然也得先采摘下来。等杰哥下土坎的时候，师傅又帮忙干了些农活，虽有点大材小用，但看着一个个凉薯从上面滚下来，有了这东西，不管生吃还是炒菜十分 OK， 吃起来还很解渴。谁能想到这一片良田居然会被挖平建堤坝养鱼？等把场地挖宽，少了绿化作为遮盖，一瞬间光秃秃的还有些难看。巧巧随即又捡了个南瓜。杰哥是过于热爱挖掘机，这几天一直深入学习，边看他还边问一些挖掘技巧，学到了他也好过一把开挖机的瘾。这些南瓜暂且找个地方储存起来，然后还得把凉薯也全部捡回家去。舒适的凉薯，想不想来一个呢？凉薯你是喜欢生吃还是炒菜？生吃脆脆甜甜很不错，小时候经常吃，水多微甜非常棒。第一次吃的时候不习惯，别人送的，本来还不好意思吃，可是后来就上瘾了。没吃过的自己去试试，小编建议先尝后买。等把土坎周围的瓜果和藤藤处理完毕，接下来还要处理木桥的护栏。这次的挖掘挺令人震惊，因为还得挖掉一部分的堤坝。目前桥体需要搭建一些立柱和护栏，鱼塘已经平整完毕。之前挖掉的树木还能收集后使用，杰哥随机砍了根扛过去搭桥，外加一些简单处理过的木头，就能把整个支架给搭建起来。准备好木头，两人开始挖坑来搭建护栏，随后用钉子在两侧各固定一根木头。看这结构，以后还是建议把车停在上面，步行下来会比较妥当。等固定好两侧的柱子，他俩打算上下的固定一根木头来建造护栏。说实话，保护性一般般，不过看这造型还挺自然，而且还能给心理上带来一定的安全感。
等建造完一侧，另一侧当然也要同样的方式来建造。不过两人并不打算直接固定第二根木头，而是选择先搭建立柱来作为支撑。说来也巧，刚才扛过来的木头尺寸刚好合适，而且正好可以顶住桥体的横梁。接着在上面打入钉子来固定。固定好以后，巧巧随即准备起第二根立柱。这根木头除了要和横梁连接，杰哥还打算和护栏绑定到一块。难怪护栏的中间没有加固，原来他早就想好了。至于剩下的这根木头，最好的归宿就是桥的另一侧。等定好位置，杰哥才上木桥将立柱和护栏固定起来。接着将最后一根木头给建造完毕，直到目前，立柱和护栏就搭建完工。简陋是简陋了些，这些木头也算是运用起来。除了这些，还得将超出去的部分砍掉。山里加工木材费时费力还费钱，只能将就搭一座比较实用的木桥。小桥流水人家，简简单单就好。随后，两人开始处理这些长木头，把收集后的木头全部处理成合适尺寸，堆放到一侧，也好清扫地板。要不然下面太凌乱，非常影响美观。师傅正在开挖周围的土地，要不了多久，这里即将成为一个大鱼塘。有了挖机在工作，两人才会有空闲时间来认真清理周围。堆放垃圾的地方稍微有点远，这不考虑到养殖和鱼塘吗？杰哥只能走到这边来清倒垃圾。等做完这些，杰哥总算可以好好体验几把挖掘机的手感。鱼塘的开挖又再次得到调整，于是杰哥又带老婆出来野炊，等捕鱼回去，还能给大伙改善伙食。新的一天，好久没弄野味的两个人正赶往河边，杰哥又想来一次不吃不喝玩一天的体验。这里水流湍急，周围还可以捞些青苔回去制作美食。看着这东西，感觉虫卵和细菌多到难以下嘴。其实，在水质不错的条件下，这种水流动的地方还算可以。两人也算是有备而来，巧巧直接用网兜接住，也不知道小鱼会不会躲进去自由飘翔。反正这边时常会有人过来采集青苔，世间美食千千万，有些只看不敢想，而且数量非常可观，根本采集不完。等采集到一定的数量，巧巧还得拧干来放进花箩里。今天的第一种食材非它莫属，这玩意其实挺丝滑。小时候在河里玩，一脚踩上去，屁屁都开始给自己鼓掌。周围有各种小动物，这里的水质值得信赖，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围起来抓鱼。三人继续往上游采集青苔，山间水流湍急，大家只好沿着河岸走。等穿过河流走到对岸，大姐这手速还挺可以嘞，一挑二都收获了这么一篮子青苔，这就叫专业。杰哥带着巧巧去到另一边采集，好在小时候经常下河抓鱼，在炉火纯青的手法加持下，他俩已经采集到足够多的青苔，这项工作也就此结束。这么好的水质，当然得找个地方准备抓鱼。成果犹如头发丝一般，让人想到了水里的阿飘。做完这些，杰哥带着老婆在一侧的河道围水，和上次围小溪一样，得堆石头来阻断上面的水流，这样就能逐渐排干中间的浅水区来抓鱼。但石头缝隙很大，根本无法做到阻断水源的作用，顶多也就只能让水流小一些，仅此而已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杰哥随即想了个办法。他先是收集了根小木头，原来杰哥打算挖土来填缝，一招鲜吃遍天，算是被这小子玩明白了。
出门带的大袋子，做啥都十分灵活。经过几趟的来回运输和填缝，下游算是成功被阻断了水源。此刻机会难得，杰哥赶紧下来再次堆石围水。他先用网兜围住一个口子，然后在两侧堆一些卵石和泥土。今天的捕鱼大姐当然也有份，所以结局可想而知。大家一起奋力舀水出去，大姐也参与到捕鱼中来。人工排水慢是慢了点，看着还是挺有乐趣和战斗力的。谁不想看到努力后的收获呢？一个转身，已经有一条鱼开始亮灯。巧巧早已看清它的具体点位，他连忙拿着网兜准备捞鱼。这次的收获还挺令人震惊，鱼虽少，但这条通道应该能弄个2、3条。目前来看，仅仅捕获了2条，但是水位还没达到限鱼条件。既然为水，不排干一些真不好捡鱼。经过多次的来回打捞，巧巧的网兜也是一无所获，岸上的鱼都要再次跳回水里。看来只能往上多打捞几次，也许还能有新收获。这里的水还能往下排，到时候继续捡些可食用虫子和鱼虾。惊喜来得很意外，几分钟过后，他们又捞到了1条鱼。不过除了鱼以外，还有一些小鱼仔躲在石缝里，待会刚好1人1条，用来烧烤。大姐和巧巧继续抓小鱼小虾，杰哥还得边捞边舀水。这次的努力并没有白费，果真还捞到了1条大鱼。等将这小段区域的水逐渐排干，还是能捡到不少的小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巧巧去旁边竹林收集些竹子回来生火。在河边摸鱼就是不一样，烤上几条鱼简直不要太爽。临近孩子放学时间，杰哥直接玩起了烧鱼。抓鱼的时候十分认真，烤鱼就随意了些。等将鱼烤好，先把烧焦的部分处理掉，然后再搭配上一些蘸料，加上米饭，就可以好好吃上一餐。享用完野生鱼肉，杰哥和巧巧回到农场，俩孩子已经结伴回来，他们在路边玩个泥巴，等着爸爸妈妈。今天弄了些野味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不过洗干净青苔很花时间，这里面时常会混带一些天然肥料和杂物。捡干净后再用木棍来回敲打。对于小鱼小虾，杰哥用叶子包裹起来，放炉灶上烘烤。等巧巧将青苔洗干净，高端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直接加水放锅里煮熟。有谁吃过这种青苔吗？口感如何？而对于烤熟后的小鱼小虾，弄些蘸料吃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的伙食非常不错。
鱼塘目前已经扩宽了许多，左侧还需留一端来埋管，整个面积非常大。这次杰哥算是下了血本。随后，师傅继续扩宽场地，目前还得回填这个区域的堤坝出来。左侧边挖掘边回填，右侧的通道后面给线安装管道。看来前期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做好，还是有好多地方重复开挖和回填。